大家好，欢迎来到 YouTube 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这一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我们来学习企业网络中非常重要的 Active Directory，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D 域服务。在本期视频中，我会带大家从零开始讲解如何搭建 DC1 和 DC2 域控制器、Client 电脑加入域、组织单位与域用户管理以及组策略的基础使用，同时还会演示如何移除 DC 控制器，恢复普通服务器环境。这些内容对于后续学习企业网络管理、域环境部署以及 IT 运维都有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如果你对 Windows Server 网络管理或者企业运维感兴趣，欢迎订阅频道，点个赞支持一下。那我们开始吧。如果在同一个局域网有20个 Client 电脑，每台 Client 电脑默认工作在 Workgroup， 网络配置很轻松，几乎不用管理，适合于小型网络环境。在小型网络环境里，用户账户、文件共享以及组策略都是分散管理。随着局域网内 Client 电脑数量越来越多，发展到了几百个 Client 电脑，会给 IT 人员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Windows Server 2025需要安装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集中管理局域网内全部的 Client 电脑。当 Client 电脑加入域以后，将不再登录本地电脑的用户账户，而是登录域用户。此视频讲解的内容有安装 DC1 控制器、安装 DC2 控制器、设置 Client 电脑、管理组织单位和域用户、管理域组策略、移除 DC 控制器。在进行操作示范之前，注意一下 VMware Workstation Pro 为 Host Only 模式，让 Windows Server 2025与 Windows 11处在相同的网络。Windows Server 2025需要准备2台虚拟机，一个作为 DC1 控制器，另一个作为 DC2 控制器。DC1 控制器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 DC2 控制器的 IP 地址为 192.168.0.2。Windows 11同样也需要准备2台虚拟机，一个作为 Client 1， 另一个作为 Client 2。Client 1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0， Client 2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1。用户需要手动提前创建 Tom 和 Peter， 记得最后一定要在2台 Windows Server 2025的虚拟机开启 ICMP 回显请求。最后一个要注意的问题，不管是 Windows Server 2025还是 Windows 11，都不要直接克隆虚拟机。克隆的虚拟机可能会因为相同的 SID 无法加入域，所以需要另外创建新的虚拟机并安装系统，不会出现相同的 SID。这些基础操作需要翻看往期的视频教学，就不在此演示了，这是为后面的教学做准备。创建 DC1 控制器分为4个步骤。第一步，修改计算机名称；第二步，修改 DNS 地址；第三步，安装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第四步，提升为域控制器。第一步，修改计算机名称，切换到第一台 Windows Server 2025的虚拟机桌面，鼠标移动到此电脑，鼠标右键，点击属性，点击重命名这台电脑，输入名称 DC1， 点击下一页。此时会提示是否重启计算机，点击立即重启，点击继续，不必理会关闭这台计算机的原因。
重启计算机之后，登录账号并进入下一个步骤。第二步，修改 DNS 地址，进入控制面板。点击网络和 Internet， 点击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鼠标移动到 Ethernet 0， 鼠标右键，点击属性，点击 Internet 协议版本 Full， 点击属性。如果局域网内没有单独的 DNS 服务器， DNS 地址需要与静态 IP 地址保持一致，输入 192.168.0.1。点击确定，点击关闭退出设定页面。第三步，安装 Active Directory 预服务，在服务器管理器点击添加角色和功能，点击下一页，默认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点击下一页，选择从服务器池中选择服务器。以下显示已经修改过计算机名称的 DC-1， 点击下一页，选择 Active Directory 预服务，点击添加功能，点击下一页，点击下一页，点击下一页，点击安装，直至功能安装完成。此时不要点击关闭，便于观察安装进度。安装已完成，点击关闭。第四步，提升为域控制器，点击通知，点击将此服务器提升为域控制器。由于是第一次部署，选择添加新邻。跟域名可以自定义，但一定要记住它，比如输入容易记忆的域名 training.server2025.com。 点击下一页。邻功能级别和域功能级别，如果局域网没有比 Windows Server 2025更旧的版本，默认不做任何设置。如果有，选择更旧版本的 Windows Server 2016，密码设置容易记忆的。点击下一页。不要理会 DNS 委派，点击下一页。Netfiles 域名是自动生成的，一定要记住它，点击下一页。存储路径保持一致，不做任何更改，点击下一页。这一步是确认信息，没有问题，继续点击下一页。先决条件检查，不用理会 DNS 委派，点击安装，直至安装完成并重新启动。重新启动之后，登录格式为 training_administrator， 输入密码并登录。在服务器管理器点击工具，点击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此时能看见创建的 training.server2025.com 的域名，点击此域名展开，点击 Users。原来手动创建的 Tom 和 Peter 升级为域用户。
创建 DC-1 控制器之后，接下来创建 DC-2 控制器。为什么要创建 DC-2 控制器？当 DC-1 控制器发生故障时， DC-2 控制器可以替代 DC-1 控制器的工作。 DC-1 控制器创建的域用户的信息会自动同步给 DC-2 控制器。 DC-2 控制器的作用就是镜像服务器。创建 DC-2 控制器分为4个步骤。第1步，修改计算机名称；第2步，修改 DNS 地址；第3步，安装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第4步，提升为域控制器。切换到第2台 Windows Server 2025虚拟机的桌面。整个操作流程与创建 DC-1 控制器相同，其中 DNS 地址与 DC-1 控制器相同。部署操作选择将域控制器添加到现有域，而不是选择添加新邻。加入现有域，输入 DC-1 控制器的用户账户信息，用户名输入格式为 training.server2025.com/administrator。一定要输入完整的域名，避免会提示找不到的错误。下面演示一下全过程，视频比较长，会加速处理。完成了 DC-1 和 DC-2 控制器创建之后， Windows 11作为 Client 操作分为2个步骤。第1步，设置 DNS 地址；第2步，修改计算机名称并加入域。2台 Windows 11虚拟机的 DNS 地址均为 DC-1 控制器的。下面演示设置 Client 1和 Client 2，视频不会很长。
设置 Client 1和 Client 2后，切换到 DC1 控制器。在服务器管理器点击工具，点击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点击域名 training.server2025.com， 点击 Computers， 此时能看见新加入域的 Client 1和 Client 2。在局域网中配置了 DC1 和 DC2 控制器之后，不管切换到哪个 DC 控制器，不管是创建的用户还是主策略内容， DC1 和 DC2 都会互相同步的。接下来要做2件事情。第一步，新建组织单位，分别是 Sales 和 Marketing。第二步，将用户 Tom 和 Client 1移动到 Sales，Peter 和 Client 2移动到 Marketing。对于后期的主策略管理，这里不建议新建组。新建组之后，很难将 GPO 链接到组。任意 Client 电脑登录域用户之后，主策略无法作用到用户。下面演示一下，视频不会很长。主策略管理是在安装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之后搭配使用的。简单的说明能做什么，比如说 DC 控制器可通过主策略管理限制 Client 电脑使用一些 Windows 系统常用的功能。由于主策略管理内容太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做调整。这里不演示过多的内容，下面演示组织单位 Sales 被限制使用命令提示符，组织单位 Marketing 被限制使用注册表编辑器。视频很长，耐心看完。
由于局域网内计算机数量减少，管理上难度减少，所以需要删除角色和功能。对于服务器来讲，减轻了很多工作压力，需要恢复成普通的服务器。切换到 DC-1 控制器，在服务器管理器点击管理，点击删除角色和功能，点击下一页，默认域名不变，点击下一页。取消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点击删除功能，点击将此域控制器降级，选择强制删除域控制器，点击下一页，选择继续删除，点击下一页，输入管理员用户密码，点击下一页，点击降级直至完成。重启之后，输入本地管理员用户密码，继续重复之前的操作。在服务器管理器点击管理，点击删除角色和功能，点击下一页，默认域名不变，点击下一页，取消选择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点击删除功能，取消选择 DNS 服务器，点击删除功能，点击下一页，默认保持不变，点击下一页。这一步需要确认删除的信息，点击删除，直至完成。点击关闭。重新启动之后，登录本地管理员用户，直至看不到与 Active Directory 域服务有关的内容。DC-2 控制器操作方法与 DC-1 相同，在此不多做演示了。以上就是本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的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技术教学，记得订阅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也欢迎点个赞支持一下。有什么想学习的主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影片再见。